特斯拉连涨2个星期，苹果以及微软的股价都刷新纪录。AI 晶片龙头辉达将在台湾时间27号清晨发表上季财报。先别急着买 AI 股票。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2024的你是否还在后悔没买 AI 相关的股票？每天看着 NVIDIA 和相关概念股不断上涨，心里充满了遗憾。但是现在先不要冲动，因为2025年更大的机会即将来临。大家好，我是居股团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你未来1年的投资布局。相信看完这支影片后，你会对2025年的投资机会有全新的认识。在开始之前，先告诉大家今天会详细讨论的3个重要主题。首先，我们将探讨 AI 2.0 时代所带来的投资机遇，了解人工智慧技术的最新进展及其可能引发的市场变革。接着将分析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所产生的投资机会，从政策变动到经济影响，挖掘其中的潜在价值。最后，我们将集中讨论投资中的风险管理，因为在追求高回报的同时，如何有效避开潜在的风险与地雷，才是实现长期稳健收益的关键策略。在进入主题之前，别忘了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最新投资资讯哦。首先，让我们来回顾 AI 的演化历程。2022年11月 ，ChatGPT 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科技世界。记得当时大家都在观望，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另一个聊天机器人，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刻确实是 AI 革命的重要里程碑。2023年，我们见证了 AI 股票的疯狂涨势。以 NVIDIA 为例，它的股价在1年内暴涨240%。很多投资人开始后悔，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就进场布局？但其实这才只是 AI 革命的序幕。进入2024年，人工智慧的应用范围虽然持续扩展，但其普及程度与当年 Apple 引领的智慧型手机革命相比，仍有一段距离。这主要是因为 AI 目前的应用场景相对有限，主要集中在聊天机器人、程式码生成、图片生成等功能上。这些应用虽然便利，但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尚未达到不可或缺的地步。换句话说 ，AI 尚未成为智慧型手机那样融入我们生活每一个细节的核心工具。人们还会感受到没有 AI 就没有办法生活的迫切性。回顾智慧型手机的发展历程，从2007年 Apple 推出第一代 iPhone 开始，智慧型手机迅速改变了全球的沟通方式、资讯获取模式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如今，不论是联络亲友、查询资料、购物支付，甚至是工作协作，智慧型手机几乎无所不在，成为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已经从一项科技产品演变为一种生活必需品。相比之下 ，AI 的发展虽然令人瞩目，但要达到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程度，仍需克服多重的挑战。首先 ，AI 的应用场景需要更贴近人们的实际需求，例如如何让 AI 真正融入家庭、交通、医疗等领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痛点，这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其次 ，AI 技术的门槛需要进一步的降低，让更多人能够轻松使用，而不仅限于科技专业人士。此外 ，AI 的伦理与隐私问题也需要妥善的解决，才能赢得更广泛的社会信任。2025年即将发生的变化将会比前几年更加惊人。AI 2.0 时代的核心在于 AI Agent 的突破，这不再是简单的聊天机器人，而是能够主动思考、规划并执行复杂任务的智能助理 AI Agent。什么是 AI Agent 呢？你可以想象 AI Agent 就像是一个超强的小帮手，它不只会聊天而已哦。它是可以自己有思考能力，自己去决定事情的处理方式，并帮你把事情直接完成的超级助理。以前的 AI 模型主要作为资讯的处理和提供工具，你问什么它就回答什么，但它只会乖乖的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喂给它参考资料，设定指定的 prompt 指令，问它问题，它才会开始运作。但是试想看看，如果餐厅老板请一位员工，每次吩咐一件事情就要给其他餐厅的背景资料、该注意的事项、服务的 SOP 等等，光交代你可能就会疯掉了，肯定就把这个员工给 fire 了。而 AI Agent 则更进一步，能够自主的执行任务并做出决策。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要以前的 AI 模型帮你订机票，它最多只能告诉你该怎么订，
但 AI Agent 可以真的帮你连上订票网站，找出最便宜的航班，甚至直接帮你完成订票的步骤。规划旅行时，老的 AI 模型像是一本会讲话的旅游书，告诉你京东这个季节很美，这些景点值得去，就没了。而 AI Agent 则是直接变身为旅游助理。我发现最近机票特价已经帮你订好符合预算的机票和住宿了。这个是行程表，天气不好的话，我们可以先去室内的景点。它甚至帮你准备了出国前像是签证、入境、药品等准备清单，全部一次就帮你打理好。想买新东西时，老旧的 AI 模型就像是个只会说这双鞋子很适合你，这个品牌不错的购物顾问，而 AI Agent 只是会记住你的喜好，主动追踪价格，发现特价就通知你，甚至连你的尺寸、喜欢的款式都记得一清二楚，看到合适的就马上通知你。在日常生活中，老旧的 AI 模型顶多像个闹钟，说现在路上塞车，你就要早点出门。而 AI Agent 则是贴心到像管家一样，天还没亮就已经提醒你要做好咖啡，打开窗帘，规划好避开塞车的路线。如果真的会迟到，还会自动发讯息给公司跟请假。总结来说，老的 AI 模型是一个你必须问他，他才会跟你说你应该这样做的聪明朋友。而 AI Agent 则是一个会说我来帮你做的贴心助理。最大的差别在于，一个要问才会给建议，一个则是自己就会实际的执行行动。这正是为什么微软、Google 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不遗余力地投入 AI Agent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根据最新研究显示，到2025年，全球 AI Agent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000亿美元，年增长率将超过300%。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 AI 2.0 时代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将远远超过2024年的市场规模。许多知名的软体公司如 Salesforce、ServiceNow 和 Shopify 已经展现出积极开发 AI Agent 技术的成果。这些公司近期的净利润大幅的提升，正是导入 AI 技术后降本增效的直接体现。试想看看，如果我们日常购物的平台如 Costco 或虾皮全面导入 AI Agent 技术，消费者只需对平台说出需求，系统便能自动比价并推荐最适合的商品。这样的应用不仅节省了时间，也大幅降低了人力成本。正如 AI 教父黄仁勋在发表上所言：“卖得越多，省得越多。”这句话揭示了 AI 技术的巨大潜力。在 AI 技术快速发展的浪潮中 ，DeepSeek 凭借其卓越的技术能力与低成本的特性，成为推动 AI Agent 普及的重要力量。其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突出表现，为企业与个人提供了更多应用的可能性。DeepSeek 的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高效的资源利用与技术架构的设计。透过创新的算法和优化模型训练方式，DeepSeek 显著降低了硬体资源需求，实现高效能与低成本的平衡。例如，其分散式运算架构有效避免资源的浪费，进一步缩减了运算的成本。DeepSeek 技术在逻辑思考与判断能力上的显著提升，使得 AI Agent 不再仅仅是执行简单指令的工具，而是能够进一步理解复杂情境，并提供更精准的解决方案。这种技术的进步将使 AI Agent 在更多领域实现应用，例如智能医疗、个性化教育以及企业决策的支持，从而大幅拓展 AI Agent 的市场空间及普及性。此外， DeepSeek 的技术优势还在于其可扩展性和适应性，能够与现有的 AI 工具和系统无缝的整合，帮助企业快速部署，并提升运营的效率。这不仅降低了企业导入 AI 技术的门槛，也让更多中小型企业能够享受到 AI Agent 所带来的价值，进一步推动了整个产业的数位转型。因此，如要探讨 AI 2.0 时代的真正赢家， DeepSeek 无疑是其中的关键角色。它不仅为 AI Agent 的普及铺平了道路，也为整个生态系统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 AI 2.0 时代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也或许会有更多的 AI 科技公司出来，为未来的智能化社会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2025年最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川普再次掌管白宫政府。让我们先回顾他过去担任总统时的表现。2016年11月，川普当选后，市场就对其承诺的减税政策充满了期待，道琼指数在短短2个月内上涨了近8%。2017年初上任后，川普立刻展开了金融去监管政策，
放宽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制定的 Dodd-Frank 法案限制，使银行业者经营更具弹性，金融类股因此大幅的受惠。同年12月，川普推动的减税方案正式通过，将企业税率从 35% 大幅调降至 21%。此举立即提振了企业的信心，带动标普500指数在2017年全年上涨了 19.4%。2018年是市场转折的一年，川普在3月开始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首波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到了9月更扩大到2000亿美元商品。贸易战消息加上 Fed 持续升息，导致2018年第4季道琼指数重挫近 20%。2019年贸易战持续升温，川普频繁在推特发布相关言论，每次推文都引发市场剧烈的波动。直到2019年12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市场才稍微缓和。2020年的转折最为剧烈，但新冠疫情的爆发重创了全球市场。道琼指数在3月暴跌超过 30%。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川普政府与 Fed 迅速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联准会在短短2周内2度紧急降息，将基准利率降至趋近于0，并重启量化宽松计划。同时，川普政府推出了2.2兆美元的法案，提供企业纾困和民众纾困支票。这些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措施，不仅止稳了暴跌的股市，更推动美股在2020年创下 V 型反转，科技股更是一路推升至历史新高。回顾这4年，川普的政策对美股影响可以归纳为3个阶段：初期的减税与去监管带来多头行情，中期的贸易战引发巨大的波动，后期则受到疫情的影响而大幅的震荡。不过，我们可以仔细发现到，川普是商人出身的总统，所以川普往往会先向对手呛虾，最后再轻轻的放下。像是之前2020年，川普直接推动禁止 TikTok， 但是最近却反而延后 TikTok 的禁令，很可能都是川普为了谈判的手段。只要美国或他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他就可以轻轻放下。这个就是商人的特色。所以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税大呛虾，也很可能会是一场秀。每当川普在社群媒体大呛虾，导致股市剧烈波动时，往往就是危机入市的好时机。而最大的风险反而在于中国如何应对川普的呛虾。如果中国不愿意屈服川普的呛虾，甚至反制美国，也跟着加大美国的关税，风险则会较难控制。因此，探讨中国经济及反制的政策，也是2025年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在这几年面对川普和拜登政府的贸易战及制裁，其实表现出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要理解这个现象，我们得先看看中国最大的优势：1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这个优势让中国即使在外部压力下，依然有庞大的市场可以支撑经济的发展。制裁反而像是一记当头棒喝，逼得中国不得不加速科技自主的脚步。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开始大力投资研发，比如说在晶片产业就投入大量的资源。虽然短期内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技术的瓶颈，但这种压力反而加速了中国在科技创新上的进程。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开始积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就像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中国加强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开拓了新的市场。这样做既分散了风险，也降低了对美国这种特定市场的依赖程度。在产业结构上，中国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可能比较依赖低端制造业，现在则加快向高科技产业转型。政府也推动了不少政策来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包括提供补贴、减税等措施，帮助企业度过转型期。不过，这种转变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是一个人要改变多年的生活习惯一样，产业转型也会遇到不少的挑战。比如某些关键技术还是需要仰赖国外的技术，产业的升级过程也会面临阵痛期。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这些半导体晶片的制裁措施，某种程度上反而促使中国加快了产业升级的步伐，强化了自主创新的能力。就像是一个人在逆境中往往能激发出更强的潜力一样，这些外部的压力，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所以团长认为，这一次川普对中国增加关税的做法，已经无法像之前那么容易打压中国的企业。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又再度升级，尤其对高科技的封锁，反而能让中国企业更加巩固自己的市场，甚至有可能反超美国的科技公司。因为中国在川普及拜登一连串的关税及禁令政策上，已经有了免疫力。就好比已经打了预防针的人，他们知道如何去有效的避开风险。而大多数的美国企业其实也不乐见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因为美国的禁令很可能反而会伤到企业的利润。毕竟中国的市场这么大，你一声禁令，很多生意就不用做了。这也难怪 NVIDIA 才在拜登要卸任不久之前，抨击拜登政府对中国 AI 晶片的禁令。其实对加强美国安全毫无帮助，甚至威胁到美国的企业。其实 NVIDIA 也是间接在告诉川普，不要再像拜登一样硬着头皮干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晶片禁令了，因为美国的禁令反而导致中国不得不自主晶片供应链，这也导致中芯国际的份额快速扩张。中芯国际在2025年1月份已经大升 45%。美国制裁越加剧，中芯国际的股价却越是上升，因为许多中国的市场变得不得不用中芯国际的晶片，变成了中芯国际是一个垄断晶片的生意。其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第一季的 5% 成长至2024年第一季的 6%， 超越了格罗方德和联电，成为了全球第3大晶圆代工厂。如果川普对中国的制裁加剧，反而可能给了中国晶片企业更高的成长机会。有投资机会，当然也有投资该注意的风险。让我们来看看2025年可能面临的3大风险以及相应的应对策略。第一，通货膨胀的风险。2023年到2024年期间，全球通膨压力虽有缓解的迹象，但美国核心通膨率仍维持在 3% 到 4% 之间，远高于联准会的 2% 目标。若通膨在2025年再次升温，联准会很可能被迫采取更积极的升息政策，进一步压抑市场的流动性。针对此风险，建议投资者增加防御性的产业的配置，例如必需消费品和医疗保健类股。此外，可以考虑配置抗通膨的产品，例如黄金或短期通货膨胀债券 TIPS， 以分散风险。第二，经济衰退的风险。美国公债殖利率倒挂已经于2024年9月初结束。回顾历史数据，自1955年以来，当2年期和10年期公债殖利率出现倒挂后，美国经济在接下来的24个月内100%都经历了经济衰退。而根据历史数据，从殖利率倒挂结束到经济衰退开始，平均需要约7到15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2025年3到11月是非常可能出现经济衰退的。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得知这一次美国公债倒挂结束是否一样会出现经济衰退，但是未来往往与历史非常的接近。投资人务必要特别谨慎风险的可能的到来。第三，地缘政治的风险。2023年至2024年期间，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竞争加剧，加上俄乌冲突和台海局势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成为投资者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的反制，很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发生。然而，危机往往伴随着投资的机会，像是军工业啊、治安啊、能源安全或者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新机会，都是大家可以留意的投资方向。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2025年最重要的投资机会。首先是 AI 2.0 的革命性突破，特别是 AI Agent 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要以为错过了2024年的 AI 行情就没有机会了。2025年 AI Agent 带来的市场规模可能会更大，而 DeepSeek 就是这波浪潮中最值得关注的新星。另一个重点就是川普重返白宫带来的机遇。虽然贸易战可能会升温，但这反而可能成为 DeepSeek 的助力。为什么呢？因为在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企业更需要高效且低成本的营运方式，而 AI Agent 正好能满足这个需求。但投资一定要注意风险。2025年最需要关注的就是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债殖利率倒挂结束后的7到15个月，很可能就会出现经济衰退。也就是说
2025年3月到11月这段期间，你千万要特别小心。整体来说，2025年机会和风险都很大，最重要的是做好资金的配置，也要适度配置一些防御性资产，像是必需消费品、医疗保健类股，甚至是黄金，才能在把握机会的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资金。最后提醒大家，下一集我们会更深入解析 AI Agent 的技术细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AI Agent 的细节，想先掌握这波投资的机会，记得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集的精彩视频哦。我是居谷团长，教你用 AI 投资赚大钱。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